好的，大家好，我是杨老师。我们现在呢正在进行的是 HSK 6级考前辅导系列课程，帮助大家全面准备和复习 HSK 6级考试。那现在呢，我们学习的是6级阅读的第一个部分，也就是找病句。4个句子里边一定有1个句子是错的，你要把它找出来。那我们用的方法就是：第一，要培养语感；那第二，就是要进行一些结构和语法分析，同时还要准确的去掌握一些词汇的用法。那我们按照我们的这个进程呢，现在呢，我们要去看一看一种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句式杂糅。那我们前边呢已经讲过了是字句，我们也讲过了有，我们也讲过了动词，还讲过了一些特殊的句式。那什么叫做句式杂糅呢？这是一个新的问题。句式杂糅，这个杂呀，就是很多不一样的东西。那么糅呢，就是它们放在一起了。我们知道呀，这个汉语里边一个句子就是一个句子。那如果你把2个不同的句子揉在了一起，放到一个句子里边了，那这个很有可能就是错误的。所以我们现在要学习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把2个甚至是3个不同的东西放在一起，它们不应该在一起，但是放在一起了，那这个句子就是错误的。那老师如果这样给你解释一下，你可能还是觉得不够清楚，不够明白。那我们现在呢，要一起来看一下就是说，如果你在一个句子里边你找的时候呢，你要先看主语、动词，然后谓语，或者主语是什么什么什么。但是如果你发现了还有一个别的动词、别的宾语，但是又不是2个应该在一起的动词，那这个时候它就是错误的。所以我们现在一起先来看一个例子，然后先来感受一下什么叫做句式杂糅，这样的错误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先来看题目。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一口整洁的牙齿不仅是身体健康的标志，还能使人在社交场合充满自信。好，那这个句子我们看到了，不仅怎么样，还怎么样 ，OK， 没有问题。那主语是牙齿，牙齿是标志，牙齿能使人自信。好，从这个主要的部分、主要的结构来看呢，这个句子是没有问题的。同学们呢，把这个句子多读几遍，感受一下正确的句子就是这样的。那然后我们再来看第2个，你努力了，不见得能得到你想要的成功，但是在努力的过程中，你一定会有所获得。这个时候呀，其实如果你努力了，不一定能够得到你想要的成功，那得到成功没有问题。但是在努力的过程中，在什么什么的过程中，这个也是正确的，请大家一定要记住，在做什么什么的过程中，你一定会有所获得，有所什么什么有所帮助，有所获得有所什么呀，有所感想等等都是可以的。那这个句子也是正确的，请大家也一定要记住它们。然后我们现在来看第3个，胶片的发明催生了另外一个改变人类记录方式的事物的产生，带来很大影响，那就是电影。那如果你看到了特别长的句子，你首先就得小心一点儿，它有可能是有问题的。所以现在呢，我们来找一找这个动词主语是什么，动词是什么，宾语是什么。如果我们能够找到，如果它很清楚的话，那它就是没有问题的。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胶片的发明。那发明是一个主语，它催生了什么？它催生了另外一个改变人类记录方式的事物的产生。那催生了什么的产生？这个本身是有问题的。那后边还有
带来很大影响。那什么东西带来很大影响？催生、产生、带来影响，两个动词，还有一个产生，那这个就有点奇怪了。我觉得这个句子是有问题的。那就是电影，后面就是电影。那什么东西是电影呢？就是这个改变人类记录方式的事物就是电影。但是他说呢，催生了它，而且带来很大影响。那这两个动词你是不可以放在一起的。有的时候两个动词可以放在一起，什么时候呢？比如说我去一个地方做什么可以，或者是说我走路去这个地方，还是说我打车去这个地方，方式和方法也可以。我先做什么，然后做什么，这两个动词也可以。比如说回家吃饭两个动词可以。但是催生了什么，带来影响的不可以，因为前边的主语是胶片的发明催生了，那胶片的发明带来影响，它必须是两个句子。那在这里你得有一个逗号，那这个句子是错误的。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句式杂糅，它本来应该用两个句子去说，但它放在一个句子里边了，那这个句子就是错误的。我们现在一起来看一下。那首先一点，催生了什么什么的产生，这个句子是这个搭配是错误的你怎么说呢？你可以直接催生了什么就可以了。胶片的发明催生了另外一个改变人类记录方式带来很大影响的事物，它催生了一个事物就可以了催生了一个事物就行了。什么样的事物呢？改变人类记录方式带来很大影响的事物然后那就是电影。这个句子是没有问题的。你不能说催生了什么的产生，只能说催生了什么。那还可以怎么说呢？胶片的发明，如果你一定要用这个产生，那你必须要说促进了什么什么的产生，也是可以的。促进了另外一个改变人类记录方式带来很大影响的事物的产生。那促进了什么什么的产生，促进了事物的产生。什么事物呀？改变人类记录方式带来很大影响的事物。那这个一个套一个，一个套一个就很长了所以呢，这两个句子是正确的。那有同学说，老师，这两个句子实在是太长了，我觉得我有可能也记不住。那如果我自己要写的话，我不能写这样的句子怎么办？那老师再告诉你，那我可以把它都分开我会说，胶片的发明催生了一个事物催生了一个事物，这个事物改变人类记录方式带来很大影响，那就是电影。就是我可以把这两个就是对事物的这个描述的这样的句子放在后边，变成小的分句也是可以的。那同学们在这里我们用了一个非常非常难的句子，特别特别长的句子来告诉大家，可能会觉得老师你的这个例子太难了，我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来理解它。那我们后边呢，可能用一些没有那么难的练习来告诉大家，其实句式杂糅呢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难。那我在去看句式杂糅的时候，我首先要去想一想，在这个句子里边我是不是因为我们说过这个最基本的句子有第一个是式子句，第二个是 verb object 这样的动词加宾语的句子，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副词加形容词的句子。举3个最基本的例子，比如说第一个，我是中国人这是式子句。那第二个是我喝咖啡，是主语动词宾语的句子。那我很热我现在很热，我很热，这个是副词
主语、副词、形容词的句子。那这3个最基本的句子如果你在一个句子里面发现了2个都放在一起了，那它就是错误的这就叫句式杂糅。那这个句子它比较难，现在大家可能还觉得它有一点点难，那我们后边去看一些简单的例子，可能会对你更有帮助一些。那我们再来去看一些简单的例子。首先来看这里，那 A 越是成熟的稻穗，越懂得弯腰，越怎么怎么样，越怎么怎么样，这个句子没有问题比如说你吃的越多，长得越胖就是这样的句子。那越是成熟的稻穗，越懂得弯腰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B 我父亲热情好客我父亲很热情很好客，没有问题。家里经常来客人很多，那这个句子到底对不对呢？请看我们已经放了这种红色的部分是容易出现错误的。那家里经常来客人很多，这个句子其实是同学们经常写的一个句子，但是这个句子是错误的，为什么呢？那我们看一下，在这个句子里边，那家里经常来客人，主语、副词、动词、宾语，这个句子其实就应该已经结束了。经常来客人，那有同学说，老师，我就想说有很多，那你不能把很多放在后边，你必须要放在前边。经常来很多客人，不能说来客人很多。那有同学又说，老师，我们为什么不能说客人很多呢？我们可以说客人很多，但是不能说来客人很多，这个是不对的。这等于把2个句子放在了一起。那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好，家里经常来很多客人，这个句子就是主语是家里这个地方，动词是来，那宾语就是客人，什么样的客人，怎么样的客人，很多客人，那来客人就是一个结构了。那么或者你可以说，比如说今天我们家里客人很多，那客人是主语，很是副词，多是形容词，那客人在一个地方，客人很多，这个也是一个句子。你可以写这个，也可以写这个，但是把它们2个放在一起，这个句子就是不对的，就属于句式杂糅的问题了，就是把2个独立的句子放在了一起，连在了一起，这个就是不对的。好，那这个答案就选择 B。 那有同学又举手说，老师，我学习过前边是动词，后边是形容词的这样的一个句子比如说他说呢，我们可以说我说汉语说得很好，那这个后边有很什么什么呀，说汉语很好呀，没有问题呀。那老师再告诉你，提醒你，我说汉语说得很好，它有一个的，明白吗？如果没有的话呢，那这个句子我说汉语很好，这个句子就是错误的动词、宾语、名词再直接加形容词，这个就是错误的，是不对的，请同学们一定要记住了。好，那这个错误正确的应该说家里经常来很多客人，请同学们一定要记住。那我们继续看一看C 和 D 是不是正确的？那 C 下面我们有请王校长来给获奖选手颁发荣誉证书。那这个句子也是比较特别的一个句子它首先是正确的，那还有就是请同学们要记住是给谁颁发什么。这样的句型结构一定要记住。那颁发的呢，一般是证书，
奖品或者是奖牌啊。那我们有请谁来给谁颁发什么东西？那这样的句型结构，这样的搭配一定要牢牢的记住。第4个，这本书是去年年底出版的。那是的句我们已经在以前的课里边提醒过大家，是什么时候做的这样的句子啊，它比较简单，大家基本上在HSK 2级和3级的时候就已经学过了。那现在你还可以再复习一下。现在销量已达300万册啊，这个达多少数量，这个也是需要大家注意的。那这个句子也没有问题，所以答案应该要选择 B。那它的问题的原因就是它把2个独立的句子放在了一起，变成了一个句子，那这个句子是错误的。好，我们继续看一看，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句子，台风给沿海居民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严重。那这个句子同学们再认真的读一遍，然后你来告诉老师，你觉得这个句子对还是不对？台风给沿海居民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严重。好，我相信同学们现在都应该能够回答我，因为我们在前边已经看到了这样的一个例子，所以后边我们也可以判断出来它也是不对的。为什么呢？我们说台风造成了损失，它已经是一个完整的独立的句子了，那后边又加了一个形容词说严重，这个就不对了啊，这是不对的。那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的句子应该怎么说呢？你可以说台风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动词宾语没有问题。那你可以说台风造成了很严重的损失，你把大换成严重，严重的损失也没有问题。那你还可以说台风导致损失严重，那这也可以啊，导致损失严重，这个也没有问题。或者是说啊，你还有一种就是台风给我们带来的损失非常严重，那这个时候损失是主语，就不是台风了，是台风给我们带来的损失。损失怎么样呢？很严重，那这个时候可以啊，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哈。那这个句子是错误的，为什么呢？因为造成了损失已经是一个句子了，所以后边你不能再加严重这个词了。那如果你一定要说严重，那你要不然说严重的损失，要不然你就说导致损失严重也是可以的。或者是说啊，台风给我们啊，不是给我们啊，是给沿海居民生活造成的损失非常严重，那这个时候的损失就是这个句子的主语 subject。 那这样的句子对大家来说呢现在应该会更清楚一点。那同学们如果再遇到这样的问题，一定要牢牢的记住，一定要很清楚这个句子里边是不是已经有了动词，有了宾语，那后边这个部分是不是多余的，是不是把2个句子放在一起了，那这个一定要小心一点。那为什么我现在要说一下为什么同学们会犯这样的错误，我觉得它是正确的呢？因为同学们在学习损失这个词的时候，第一会学习造成损失，第二会学习损失严重，2个都会学习。但是要注意的是，这2个你都可以说，但是一定要分开说不能放在一起。
放在一起就是错误的。好，那现在我们继续看，在这里我们看到新疆吐鲁番盆地，这是一个地方，平均每年要刮70多次大风，卷起满天风沙，所以有风库之称。那我们看一下吐鲁番盆地有什么什么之称，这个句子是非常正确的，没有问题的，而且是需要大家记住的。这个地方有什么什么之称，或者是说这个人有什么什么什么之称，这个句子都是正确的。那我们要看一下前边这个地方呢，平均每年要刮70多次大风。到这儿的时候，我们已经说这个地方刮大风，这个动词宾语已经有了。那后边又说卷起满天风沙，那动词宾语卷起风沙又是另外的一个动词加宾语的模式，那这个就不对了。因为一个句子里边两个完全不同的没有关系的动词不能放在一起如果你要放在一起，它们一定是有关系的。比如刚才老师说的去一个地方做什么可以，或者是说我们也可以说，比如说走路回家，就是怎么做也是可以的。但是像这样刮大风卷起满天风沙，那就不行了就不可以了。而且你要注意的是，这个地方刮大风，对不对？是主语是这个地方。那卷起风沙的是什么呢？是大风会卷起风沙，它主语本来也不一样，所以你这个句子它的问题还是比较多的。那到底要怎么改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吐鲁番盆地每年刮大风，大风会卷起满天风沙，所以吐鲁番盆地有风库之称。那你每一个句子它的主语不一样，你还要把主语都写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需要注意的那这个句子正确的句子应该把它们分开，而且你应该写上是谁卷起风沙，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它们是不一样的句子，不一样的意思，应该独立，应该分开。那这就是句式杂糅两个应该独立的句子放在了一起就乱了。好，我们继续看，在这里入春以来，这是一个时间，没有问题。南方局部地区是一个地方，出现动词有了，出现什么呢？出现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出现什么样的天气？然后比较频繁，我们又看到了一样的问题。前边已经有了主语、动词和宾语，后边就不要再加东西了，加的话就错了，对不对？那这个也是错误的，因为到这儿就应该已经结束了。出现什么样的天气，那已经够了。那如果我一定要说很多次，我要怎么办呢？我们看一看正确的句子应该怎么说。好，首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南方局部地区出现这样的天气 OK， 这个句子没有问题。或者是说我们可以说南方局部地区频繁出现这样的天气，那这个时候频繁作为一个副词放在出现的前边，它说的是出现的次数很多，有点像常常出现这样的意思频繁出现就是常常出现，很多次出现这样的天气，这个句子也没有问题，也是对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南方局部地区
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你看我这里没有出现了啊，没有动词了。在这个地方，这样的天气怎么样呢？这样的天气出现比较频繁啊，我把动词放在后边，这样的主语就不是地方了，主语是这个天气。这个天气出现了很多次，它就可以了，因为这个时候它意思是出现的次数很多，这个句子就是没有问题的。好，那我们看最后一个，南方局部地区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比较频繁，也是可以的。这种天气比较频繁也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你只要把它们分开就是没有问题的，或者是你把这个词放在动词的前边也是 OK 的。但是你不能在这里已经有一个完整的句子的情况下再加一部分别的词，那这个部分它就不可以了啊，它就不是一个正确的句子了，因为它们两个都应该是分开独立的。好，那希望这个句子对大家来说已经很清楚了。那我们再继续看一下，因为这个句式杂糅啊，老师讲的稍微有一点点快，其实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部分的题特别多。为什么特别多呢？因为在你的6级阅读的第一部分里边，这样的错的句子其实是特别多的，请同学们一定要小心一点儿。这样的错句特别多啊，就是你会在一个句子里面，你已经找到了主语、动词、宾语，你发现后边还有，那这个还有应该做什么呀？没有什么，所以它就是错误的。我们来看这个句子，喝完牛奶后不应该立即吃橘子。这是一个对的句子，为什么呢？因为牛奶中的蛋白质一旦与橘子中的果酸相遇啊，这个一旦与什么什么相遇，与什么什么相遇没有问题。谁相遇呢？蛋白质和橘子相遇啊，这也没有问题，就会凝固啊，从而影响牛奶的消化与吸收不良。这个也是同学们在写句子的时候经常会犯的一个错误。那同学们在学习消化和吸收的时候啊，可能学过消化不良这样的一种病，就是我吃了东西觉得肚子很不舒服，这种病呢叫做消化不良。但是呢，我们可能会觉得，消化不良没有问题呀，这个句子是对的呀，但是要注意影响。我们这里还有一个影响这个词，影响这个词怎么说呀？同学们知道吗？影响这个词如果要说句子的话要怎么说呢？比如说，我的邻居每天晚上唱歌，影响我休息。大家听一听啊，影响我休息，所以影响我做什么，就后边没有了啊，后边就没有了。那我们这里看不良就是不好的意思，对不对？所以这个词就不应该放在这儿。影响牛奶的消化与吸收 OK， 但是不良不行啊。那如果同学们说我一定要说不良，那怎么说呢？我们来看一下，你可以说影响牛奶的消化与吸收，这个是 OK 的。你也可以说导致消化与吸收不良，让这个事情发生的意思啊，导致消化吸收不良啊，这是两个正确的句子，请大家一定要记住。那就像我刚才给大家举的例子啊，邻居大晚上的一直唱歌，影响我休息啊，我也可以说邻居一直唱歌，导致我休息不好。也是可以的，但是我不能把这两个句子放在一起，影响我休息不好，这个句子就是错误的，请同学们一定要记住。那这个句子里边，第一，你要明白
影响这个词它应该怎么用，如果你明白，你也能够判断出来这个句子是错误的。那另外就是你要去考虑这个句子的主语、动词、宾语是什么。主语是这个蛋白质和果酸相遇以后呢，会凝固，这个凝固之后的这个东西会影响什么呢？影响是动词，影响消化与吸收，这是名词，已经结束了。那这个不良就不知道在哪儿了，那所以它就是错误的。好，那这个句子也是我们的句式杂糅。我们现在继续看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我们在这里看一下，有4个句子，一起看。 A 若要躲避燃烧的痛苦，火柴一生都将黯淡无光。这是一个文学的说法一个比喻的说法说的是可能跟人有关系，其实说的是人。他说呢，这个火柴呀，如果他不想痛苦的话，他可能一辈子都会没有什么不能发光了不能表现自己的这个能力了他这个其实就是比喻人那人如果你怕困难的话，你可能一辈子都不能成功这样的意思。这个句子没有什么问题躲避痛苦是 OK 的。第2个，这个世界上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心更宽的海。我们好像是看到过这个句子，对不对？那没有比什么更什么的东西，那这个句子也是需要大家记住的需要大家记住的。然后第3个 C， 八达岭长城位于北京延庆。那我们再说一遍，我们又看到了位于，对不对？一个长城位于哪里？是明长城最具有代表性的一段，八达岭长城是一段，好像也没有问题。那这个是的东西也是 OK 的。那我们现在看最后一个，也就是说前3个没有问题的话，很有可能最后一个是错误的。一起来看，虽然我在报社实习了1年的经验，但并不是说我就会进媒体这个行业。那我会进这个行业没有问题，但是前边我们认真的读一下，我在报社实习了1年的经验。同学们，如果你们知道这个动词加时间的用法，你知道这个经验的用法，我相信你一定会知道这个句子是错误的。比如说呀，我可能会问你一个问题，你学习汉语多长时间了？你会告诉我，老师，我学习了1年了我学了1年了。那你要知道，实习了1年到这儿就句子应该已经结束了，因为动词后边加一个时间段这个句子就应该已经结束了。但是为什么后面还有经验呢？有同学这个时候要举手，老师，我可以说我学了1年的汉语呀。对，可以，那你是学习汉语没有问题，但是你不能实习经验，对不对？经验如果我要用动词的话，应该用什么？我什么什么经验，动词是什么？同学们知道吗？经验这个词非常重要，你可以说我有经验我们前面说过那个有，对不对？我有1年的经验，我有2年的经验，这个可以。或者是说积累经验，什么意思呢？我本来经验非常少，我就每天越来越多这个叫做积累经验。所以我在这个地方积累了2年的经验都可以，但是你不能说我实习1年的经验，这个就不对了。所以我们正确的句子应该说什么呢？第一，我在这个地方
做了 duration， 那就是我在报社实习了1年。OK， 那我有经验，我有在报社实习1年的经验啊。我有什么样的经验？我有经验。我有什么样的经验呢？我有1年的经验。什么1年？实习1年的经验啊。那在这里呢，所以有2个问题需要大家去注意。第一个就是这个句子啊，我在一个地方做了多长时间啊？这个句子到这儿基本上就结束了。那如果我一定要加名词的话，它一定是这个 verb 的 object 才可以。我在中国学了2年的汉语，这个句子是对的，那一定是学汉语，一定是在一起的。那另外就是，请大家注意经验这个词，它的动词不能是实习，也不能是学习，一定要是有或者是积累，所以这个句子就不对，那这2个句子才是正确的。请同学们在这里一定要记住啊，它为什么错了？那正确的句子应该要怎么说？那同学们以后写文章的时候也一定要写正确的句子。好，那现在我们要继续看一下，这里也有一个题目是4个句子，我们一起看。A， 人一生都在不断地追求快乐。失意却在所难免啊，不断的追求没有问题。失意在所难免，就是失意这件事情是避免不了的，没有问题。B， 腊梅是中国特有的传统名贵观赏花木，有着悠久的栽培历史。那这个句子，腊梅是花木，腊梅有着历史。我们看到这2个句子，一个是，一个是有，都没有问题。那第3个，父母的年纪比我们大，有经验比我们多，他们的想法有他们的道理。那这个句子，同学们觉得有没有错误？好，我们知道呀，刚才我们刚刚说过了，经验这个词，你可以说我有什么经验，我积累什么经验。那他说有经验比我们多，这个句子到底对不对呢？同学们看一下，想一想，如果你有3年的经验，我有1年的经验，那怎么说这个句子？怎么说？同学们要注意哈，我们看这里哈，父母的年纪比我们大，这也是一个比较句，对不对？那你看，年纪是名词，比我们的年纪，我们也是名词，大啊。A 比 B 形容词，很简单的句子，今天比昨天热，很简单的句子。那如果我要说经验的话，怎么比呢？应该说你的经验比我的经验多，你的经验比我多。但是你看这里为什么还有一个有呢？有一个动词呢？这个就不对了啊！你如果要比较的话，应该是名词和名词进行比啊，东西和东西，人和人，经验和经验，你不能说动词，不能说有，这个是不对的，所以这个句子就不对了。那如果我要说正确的句子呢，我应该说啊，经验比我们多，父母的经验比我们多就可以了啊。那如果我一定要用狠的话，我只能说父母有很多经验，那就不能用比了。同学们一定要记住啊。那在这里我们通过2个经验的词啊，经验的句子，我们都明白了，非常清楚啊，经验这个词到底应该怎么用。那现在我们看一下 D， 它是正确的，那我们需要记住什么？
亲近自然是人的本能，在与自然的接触中，你会产生许多的思考和感悟。OK， 这个句子没有问题，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在与自然的接触中在这个接触的时候，你会产生什么呢？产生思考，产生感悟。那这样的搭配没有问题，请你一定要记住。所以正确的句子 A、B、D 你要多读一读，然后你就会有一个很好的语感了。好，我们现在继续看这个，新的句子。妈妈把茶几擦得一尘不染的干净。你们觉得这个句子对不对？那如果不对，哪里错了？应该怎么改？同学们看一下。妈妈把茶几擦得一尘不染的干净。可能有同学说了，老师，一尘不染这个词，我觉得它是个成语，我不知道它什么意思，所以我没有办法判断这个句子到底对还是不对。那老师告诉你一个简单的办法，一定要记住，在一个句子里边，如果你看到了两个的，它一定是错的；两个双人的，一定是错的。所以这个句子就是错的。那现在老师来告诉你它为什么错了。那我们的把字句呢？我们的把字句有一种句子叫做把一个东西动词加的加形容词所以呢，这个句子本来是可以是正确的。那对的应该怎么说呢？你只能选择一个因为我想告诉大家，一尘不染这个动词尘是土的，小的土就是不干净的那个小的土的意思。一尘不染，一点点土都没有。这个成语本来就是很干净的意思，一尘不染就是很干净的意思。你两个放在一起当然就不行了。你可以说妈妈把茶几擦得一尘不染，这个句子没有问题。你也可以说妈妈把茶几擦得很干净，因为一尘不染是很干净的意思。所以同学们在这里也一定要记住了，如果动词的后边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我说汉语说得很好，那很好这个副词加形容词来说你说的怎么样，那你不可以再在后边加跟它的意思差不多的别的词了那就不行了因为你只能说一个表示程度的这样的词。好，所以这两个句子都是正确的，放在一起就是错误的，不要放在一起。那我们在这里再看一个正是7月盛夏，车内没有空调，热得很不得了。那我们在这里也看到了双人的后边有副词、形容词，有表示程度的词，但是呢，你不可以把两个表示程度的词放在一起就是这个是错误的。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它有点像说比如说有人问你今天热吗？你回答今天非常很热，那种感觉是一样的。你可以用非常热，你也可以用很热，但是你不能说非常很热，两个在一起就不行了。好，那这个句子也是一样的，你可以说热得不得了，你也可以说热得很，但是很不得了就不行了。那在这里同学们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因为同学们可能学习很的时候只学过很热，
但是实际上在这里同学们要记住一个特别的用法，就是形容词加的加很是可以的。比如说老师一直在说话，所以现在渴得很啊，今天冷得很啊，这座山漂亮得很，高得很，都是可以的。的很形容词的很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一定要记住，很的后边不能再加别的东西了啊，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用法，请大家一定要记住。那不得了呢，它本身就已经表示很的意思了，所以你不可以在不得了的前边再加别的 adverb 副词，别的副词都不可以了啊，这个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好，那关于这个双人的后边的这个形容词的这个用法，它其实还是有一点点难的。为什么难呢？是因为我们在汉语里边有很多种表示非常非常的这样的一些词，太多了，所以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有点乱，它们不能放在一起，有一个你就只能用一个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好，那我们在这里又看到了，他就一直站在那里，看起来很老老实实，并不是个淘气的孩子，这是我对他的第一印象。看上去好像有点问题，为什么呢？在这里老师也要告诉大家，老老实实这种形容词的 repeat， 形容词的重叠，形容词的重复，它已经是很的意思了，已经是很的意思了。所以这样的词的前边你不可以再说很了啊，所以你可以说看起来很老实，或者说看起来老老实实，或者说看起来老老实实的，那你就不可以在它的前边再加一个很了，加了很就不对了。所以大家在这里一定要记住一个规则，就是如果你在句子里边看到了形容词的重叠，形容词的 repeat， 漂漂亮亮啊，他的个子高高的，他的鼻子高高的，他的头发长长的啊，眼睛大大的，都是可以的。但是在这样的用两次的重叠的形容词前边，你不可以再加很、非常、特别、真这样的副词就不可以了。所以在这里希望大家通过这个句子记住这样的一个规则。那这个是错误的，这个都是正确的。那我们同学们记不记得老师在第一节课里面告诉大家，还有一个动词的重叠，商量商量或者商量一下，如果你把它们放在一起就错了，你只能用一个，你要不然说商量商量，要不然说商量一下，两个放在一起就是不对的。那做这个题目的时候，第一，你可能要考虑一下，这是两个不同的东西，放在一起不行。当然了，如果你能够记住形容词重叠的用法，动词重叠的用法，那你也会在做这个题目的时候，也会发现这个句子是不对的。好，那我们在这里又做了一个重叠的关于形容词重叠和动词重叠的题目，它们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属于杂糅的问题，就是两个不同的东西，两个独立的东西不能够放在一起。好，那我们继续看这个句子，说彩虹是由于阳光在水滴中发生反射和折射造成的自然现象的缘故。特别长，听上去特别复杂，错误的可能性就比较大。
但是我们不知道有没有错误，所以我们要先看一看。彩虹它是名词，是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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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缘故。我们先不要管前边了，我们先看后边。彩虹是什么呀？是缘故。缘故是什么意思？是原因的意思。彩虹是原因？不对吧？彩虹不是原因啊。彩虹是什么呀？彩虹是自然现象，它不是原因，它是一种自然现象。是什么样的自然现象呢？我们要看一看。彩虹是由于阳光在水滴中发生反射和折射造成的自然现象。这个句子是对的，所以彩虹是现象。那有同学说了，老师，如果我想说原因，怎么说呢？我们应该这样说：彩虹的产生是由于什么什么的缘故啊，是由于什么什么的缘故。那这个时候呢，你就不能用自然现象了啊，你应该说彩虹的产生是由于阳光在水滴中反射和折射的缘故啊，不需要自然现象。我们不说彩虹是自然现象，我们只说彩虹的产生是由于什么什么的缘故，由于什么什么的原因。那同学们在这里是不是已经清楚了这个用法了呢？那还是我们是怎么判断出来这个句子错误的呢？实际上我们用的是之前老师跟大家说过的 A 是 B 这个句子。那你要看到了是彩虹是 A， 是什么呢？是 B。B 是什么？ B 是的后边的那个名词。那彩虹是缘故，当然是不对的，所以这个句子就不对了。那如果我要说对的句子，我要么就说彩虹是自然现象，什么什么什么的自然现象，或者我说彩虹的产生是由于什么什么的缘故。那这两个句子都是正确的。同学们现在呢，认真的再多读2遍，我希望你能够记住。这样的话呢，下一次你再遇到类似的问题，你就不会再出错了，你会很容易就找到问题所在。好，再来读一下。好，那现在呢，我们再继续看一看新的题目。那我们在这里看到这本书的价格，散装本和平装本的定价相差10几块钱。同学们读一读，看一看这个句子有没有问题。那如果有问题，你觉得问题在哪里？好，那我们同学们记不记得老师在前边讲这个 subject、verb、object 这个结构的时候，跟大家说过一个问题：中国人在一个很长的句子里边，如果它有1、2、3个句子的话，第一个句子的主语 subject，如果第2个和第3个的主语跟前边是一样的，那第2个和第3个我就不再说了大家是不是还记得呢？就是3个小句子，它们的主语，它们的 subject 是一样的，所以第1个我说，但是第2、第3我就不说主语，我直接说动词后面怎么样了，对不对？那所以在汉语里边呢，我们这个跟可能很多语言不太一样，我们不喜欢 repeat， 我们不喜欢重复。前边已经说了价格了，你后边就不要再说定价了因为你前面已经提到了，所以后边不需要再说了。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原则了。所以如果你看到了前边已经有了，后边又说了，那这个就有可能就是错误的。所以这个句子你可以说，这本书
精装本和平装本的定价相差10几块钱，所以这个主语是定价，动词是相差10几块钱，那这个句子才是对的。又或者说这本书的价格，你把价格放在这儿，精装本和平装本相差10几块钱，也是对的。这两个句子都对，但是放在一起，你两次说2次就不对了。好，那在这里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原则，在汉语里边，如果你前边已经提到了，你后边不要再重复再说一遍了。好，那在这里我们也是看到了另外的一个一样的问题，河水的来源除了地下水之外，还有雨水也是它的来源之一。同学们有没有发现，你前边明明看到了来源，后边又看到了来源，2个来源，说明它也是错误的。前边已经提到了来源，后边就不需要再说了。那我们看一看正确的句子应该是怎么样的。那第一个句子，河水的来源除了地下水之外，还有雨水，到这儿就可以结束了。或者说，除了地下水之外，雨水也是河水的来源之一啊。这个第2个句子也是对的。那前边我不说了，我在后边再说一遍也是可以的。但是你不能前边也说，后边也说，那就不对了。好，那同学们在这里是不是已经明白了呢？如果你前边已经提到了，后边就不要再说了。如果你前边没有说，你后边可以说，但是不能前边说了，后边也说，那就多余了，就太多了啊，就属于不对的句子了。同学们在自己写句子的时候也是需要注意这一点的。那我们在这里看一下，作为一名翻译工作者，一方面要努力学好外语，一方面要学好本民族语言也是非常重要的，两者缺一不可。同学们要注意，如果你要说我们要怎么样啊，我要喝水，我们要努力学习，这个句子已经结束，它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句子了。那后面你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不对了啊。这个到这儿呢，要学好本民族语言，这句子就已经独立完成，已经结束了，跟这个是一样的。你后边就不能再加别的东西了啊，所以这个句子也是错误的。因为你看这个句子里边，要学好本民族语言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句子是错误的，你必须得分开啊，必须得分开啊。所以呢，这个句子错误。那正确的句子就是一方面要努力学好外语，一方面要学好本民族语言。或者你说一方面要努力学好外语，另一方面学好本民族语言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要告诉大家，这两个句子里边虽然它都是正确的，但是这个句子是更正确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说一方面的时候呢，它们应该是并列的，所以它们的结构要尽量保持一致啊，这个才是比较正确的句子。所以第一个句子请大家一定要记住，那也要记住这个句子是错误的。所以呢，同学们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如果你要用要，我们要做什么？那做什么到这儿就要结束了，后边不能再说了。如果你还想说，你要开始另外一个句子你不能在一个句子里面说我们要怎么样，是怎么样，非常怎么样都不行啊。所以要怎么样呢？到这儿就结束了。好，那这个你看也是两个句子放在了一起，所以它是错误的
好，我们在这里再看另外的一个例子，知易行难啊，我们又看到了一个句子，我们要解释它。我们说它是说呢，认识了解一件事情比较容易，但实际做起来你会发现其实非常困难去完成一件事情。好，我们在这里又看到了非常困难去完成一件事情，所以这个句子呢也是有问题的啊，也是有问题的。我们看一看正确的句子应该是怎么样的呢？那了解一件事很容易，实际做起来你会发现其实非常困难。实际做起来非常困难啊，这个句子是正确的。那你后边不要再说了。那或者是你可以说，实际做起来你会发现去完成一件事情其实非常困难。完成事情非常困难可以，但是你不可以说非常困难去完成一件事情，这个是不对的。好，那有同学可能想起来了，老师，我记得我以前学过很难去做什么什么。那如果不是非常困难，如果是很难就可以啊。比如说我发现这个问题很难去解决，这个句子是可以的，因为很难做什么，很容易做什么，这个句子是可以的。但是在这里不是很难，他说的是非常困难，那它就是不行的。请同学们在这里一定要注意，困难和难它其实意思和意思虽然差不多，但是用法并不是完全一样的，请大家一定要小心一点儿。所以在这里你可以说非常困难，你可以说完成一件事情非常困难两个都行，但是放在一起，特别是把完成一件事情放在后边就是不对的。那现在你是不是已经对这样的问题已经很清楚了呢？好，我们看看还有没有练习这里还有一个练习。那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已经做了10个以上的练习了，这说明在 HSK 6级考试的阅读的第一部分，这样的问题确实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同学们请你一定要认真的学习，而且一定要都记住它们，这样的话呢你才有可能在做题的时候能够更快的去找到错误的句子我们看这个，吸烟没有安全计量，每吸一支烟都会有损害健康。有什么？有健康，有损害。损害是动词呀，有损害健康是对的，但是为什么要有呢？那这个句子就是错误的。我们说过，如果你在句子里面看到了有，你一定要去找名词，对不对？那你找不到名词，它就是错误的，找不到合适的名词，它就是错误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做呢？这个题，每吸一支烟都会有害健康。同学们要记住了，有害健康是一个固定搭配，一定是这么说，可以这么说，没有问题。或者说每吸一支烟都会有损健康，有害健康和有损健康这两个句子都是对的，请大家要记住它们。那另外，如果我不用有的话，我会说每吸一支烟都会损害健康，那这个时候损害是动词，健康是名词，所以主语、动词、宾语 OK， 这个句子也是正确的。它们3个都对，但是把它们3个放在一起就不对这个句子是错误的，下边的句子才是正确的。那么希望学习这个练习之后呢，
同学们都能够记住怎么去说正确的句子啊。比如说喝酒，喝酒对身体不好，那如果用比较书面的、比较正式的语言去说的话是什么呢？喝酒有害健康，喝酒有损健康，喝酒会损害健康。这3个句子请大家一定要记住。好，那我们继续看，这座桥修建于公元612至618年，修建在什么时候？没有问题。到现在已有快1400多年的历史了。好，这个句子同学们看一看有没有问题呢？1400年的历史好像没有问题，有1400历史好像没有问题。那这个句子当然有问题，所以老师要放在这里。那问题在哪里呢？同学们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啊？你可以说快1400年，也可以说1400多年，但是不能放在一起。为什么呢？我要告诉大家，快1400年是不到1400年，是1390年、1380年、1395年，这个叫做快1400年。那1400多年的意思是什么呢？1401、1410、1425年，就是比1400要多的。那这个比它少，这个比它多，两个是矛盾的，所以不能放在一起，明白吗？啊，快什么？快加数量词和数量词加多，它们的意思是完全相反的。你放在一起，大家就不知道到底是多还是少。那有同学举手说：“老师，如果我想说可能多也可能少，那怎么办呢？”我们要说大概1400年，1400年左右，大约1400年，这个意思是可能多也可能少。但是呢，这个就是少，这个就是多，两个是完全相反的，绝对不能放在一起。那这个用法，同学们是不是已经掌握了呢？我希望下一次你再遇到这个，一定要记清楚，一定要弄清楚。好，我们在这里又看到了要啊，我们一起读这个句子：要提高情商，需做多方面的努力，其中要学会分享十分重要。那我们刚才其实已经说过了，对不对？如果你在一个句子里面要说要做什么，你说完了做什么，这个地方就应该停下来，这个就应该不要再继续说了，后边应该没有东西了，再有就是错的了。所以要学会分享，停，没有了。或者你可以说学会分享十分重要，或者你可以说我们要学会分享，但是两个句子不能揉在一起，不能放在一起，这是错误的啊！两个独立的句子不可以放在一起。这是我们的这个句子。我相信从今以后你再遇到要的句子，你一定明白它后边应该要说什么。好，这是我们的另外的一个练习。那到这里呢，我们的句式杂糅的问题就已经讲完了。因为题目比较多，所以可能老师讲的会稍微快一点。但是如果你在学习过程当中觉得我还没有明白，你就回去停一下，然后再认真的读一读这些句子啊。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说，老师告诉你这个句子是错的，然后同时也会告诉你怎么写是对的。我希望同学们能够多去读一读正确的句子，这样的话你会明白
错的句子里面有可能有什么样的错误，它为什么错了，正确的句子是什么样的。那你多读一些正确的句子，你的语感就会越来越好。那你以后在做练习的时候，可能就会正确率会越来越高。那如果还有问题，欢迎微信我们会帮助大家去回答你们的问题。好，那我们这一节课呢就要结束了，下节课再见。